The Row 有一款黑色的马甲长在我的审美点上，至今呢都难以忘怀。我对缎面的裤子呢一直不是很感冒，因为我总感觉穿上呢有点像地主婆。那这个呢就是收针花，很多快时尚品牌的廉价针织衫是没有这种收针花的，所以你只要看到这种收针花就可以买。前几个月之前我入的是一件长袖针织衫，会比较厚一点，其实两个颜色还蛮接近的，白色的流苏包挂，其实它并不是包挂，其实是用来扣窗帘的，是不是挂在这个包上就是神来之笔。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是 The Row 的死忠粉，但是呢，实在是囊中羞涩。他们家的包包呢，垫垫脚勉强还能够买几个，但是衣服实在是买不起。但是没关系啊，好在我们有 COS， 经常呢我在他家能够找到 The Row 风格的单品。那我这次呢一口气入了5件啊，基本上每一件都是我的心头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开箱影片。在这支影片的最后呢，还会有 The Row 风格的保养品，没听错，就是 The Row 风格。那我们就开始了，记得点赞订阅，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哦。说起来呢 ，The Row 有一款黑色的马甲长在我的审美点上，至今呢都难以忘怀。它呢不是宽松版型，而是带着一点点腰线的，非常的迷人。这次呢我在 COS 就找到一件，哒哒，就是我身上这一件了。看似简单，上身一照镜子，哇，真的也太美了吧！经典西装马甲轮廓，自带利落潇洒的气场。但是呢，比起常见的那种直上直下的 H 版型，这一件呢，在腰部一侧做了多一片的腰带，不对称设计能够打破视觉常规，更灵动。扣上之后呢，可以打造腰线，下摆有一点点散开，还能够遮住小肚子哦，真的太适合我这种身材了。再加上腰部两侧做了2道收绳设计，进一步帮助塑造优美的腰部曲线。轻果领从肩线呢一直延伸到胸口的弧线，而且呢尺寸比较窄，比起常见的西装马甲，衣领线条呢更柔和，少了那种棱角分明的中性感，更多了几分女人味，看起来更优雅。领子呢可以放下来，那就是一个大鼻领，视觉上显瘦。当然还可以把它竖起来，有一种中式立领的感觉，有一点神秘感，含蓄又优雅。面料呢是莱赛尔和亚麻混纺，有层次感，让黑色不会死板。它呢既有莱赛尔面料的顺滑和细腻，又有亚麻轻微的骨感和呼吸感，不会软塌，看起来很挺，但穿起来呢又是很轻很透气的，尤其适合春夏。那除了像我这样单穿之外呢，可以试试看像 The Row 模特那样内搭一个白 T。那说起这件白 T 呢，其实也来自 COS， 我已经买了有好多年，洗过很多次哦。确实他们家的衣服呢质量很好，但是我总觉得这个衣服呢好像有点太小了，而且领口挺高的，所以其实我日常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这一次加上马甲之后，我顿时就懂了，这样穿的才是这件白 T 正确的打开方式。马甲一侧腰部这里的多一片呢，就可以在后面绕一圈。那这样的穿法呢，会更休闲一点，有层次感，不会单调。搭配一条 Arizia 的亚麻长裤，上下呢都是亚麻，正好配衣领。脖子这里可以加一根 Haven Mayhem 的流苏项链，增加亮点。那至于这个包包呢，是我昨天才收到的德国小众品牌 Dragon Diffusion， 这个我已经想买很久了，今年呢终于下定决心把它买下来了。那今天呢先浅的给大家上身示范一下，之后呢我也会出一个详细的开箱影片，如果想看的话呢记得点赞哦。The Row 呢，每年春夏都很喜欢出白色的阔腿裤，潇洒利落，非常有高级感。那这次呢，我居然在 COS 也找到一条，我的天呐，真的是美到不行哦！就是之前搭配马甲的这条白裤子了，是缎面材质的，简直了！我跟大家讲，我穿上第1秒钟就震惊了，怎么那么的好看？明明我下半身还挺结实的，怎么穿白裤子还显得那么瘦长呢？说实在话，我对缎面的裤子呢一直不是很感冒，因为我总感觉穿上呢有点像地主婆而且呢要很瘦的人我觉得才能够穿得上去啊，我实在是没能力。但是没想到这一条缎面裤子呢打破了我之前的刻板印象，
这条真的太美了，干净又贵气，颜色呢是带一点点温度的象牙白，柔和有质感，穿在身上呢就会有一种自打灯光的效果，有时看起来更像香槟金，整体呢看上去轻盈又高级。这条裤子呢并不是真丝面料，但是做出细腻的缎面质感，带着微微的光泽，光线掠过的时候呢会有非常细腻的流动感，克制而安静。走动的时候，裤腿随着步伐轻轻晃动，就像水一样顺着身体线条垂下来。怪不得我穿白裤子都显得很修长而且整个人呢显得很松弛。另外这条裤子的面料呢是有一定厚度的，能够保证裤子的垂坠感好，不会贴腿，恰到好处留出空间，看起来腿又长又直。也因为有一定厚度，白色裤子完全不会透。但是目测38度高温天呢，在室外暴走应该会太热了，不太行。版型呢是宽松的阔腿版型，从腰部自然垂落，但不会太夸张，相对含蓄的，又有足够量感，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中高腰加上弹力腰头的设计，舒服中呢带着一点精致，看起来有时装感，但是穿起来呢完全没有负担。除了像我之前那样搭配马甲，其实搭配任何的针织衫都是可以的。比如这件呢就是歌利亚的短袖针织衫，领口呢比较大，可以自行调节。我喜欢稍微露一点点肩膀，优雅显瘦，还带着一点小性感。针织衫呢是莱塞尔和丝绸混纺，轻薄舒服，稍微热一点的天气呢也能穿，搭配一根流苏项链，增加一点点中式风格。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The Row 呢一般都是黑白灰为主难得呢会有彩色，尤其是这一件亮蓝色的上衣，哇，真的绝美。那这次呢，我在 COS 也找到一件蓝色的上衣当然不是一模一样的蓝，但是还挺接近的。那 COS 这一件呢是钴蓝色，它有一种纯净的穿透力，这个颜色呢属于稍微偏冷一点的色调，能够中和亚洲人偏黄的肤色。你看我是大黄皮穿上的皮肤一点不显黄，妥妥的显白神器，100%亚麻，哇，这个衣服的面料超级的好，穿上呢有微微的透视感。而这种有纹理感的针织衫呢，也是本季流行，之前也刚刚做过一个长影片介绍。它呢不仅视觉上有层次感，而且凉快不闷热，春夏天穿也没问题。经典开衫版型，袖口、领口和下摆呢都有螺纹收边，整件衣服在随性中又不失轮廓感，而且很耐穿。这件呢也是可以机洗的，非常的方便。在这里呢，我也要特别的表扬一下 COS 的做工我又要说之前一直说的那句话，你可以质疑 COS 的单品呢面料不够那么的完美，但他们家的做工真的是值得表扬这件也不例外。大家可以看它的肩膀上这里前后都有这种镂空的设计，看到没有？那这个呢就是收针花，大家如果去观察一下，很多快时尚品牌的廉价针织衫是没有这种收针花的，所以你只要看到这种收针花就可以买。这种设计呢是直接按照人体的形状织出来的，更贴合身形，接缝呢也更加平整舒服，同时视觉上呢是小小的镂空设计，也给纯色开衫增加了一种精致度和通透感，让衣服看起来不那么单调。那我也学着 The Row 的模特那样搭配一条深色长裤和一个撞色包包吧。这条神裤呢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开箱过的 Vuori， 大家记得吗？果然它那么火是有原因的，而且呢灰黑色要比黑色更柔和，和钴蓝色的针织衫搭配起来正好，可以把针织衫上下扣子都打开几粒，更有透气感。当然下摆塞进裤子里面也是 OK 的。那这个包包呢也是 COS 的草编包，很有春夏氛围感，可以在包包上系一根小丝巾巧了这条丝巾呢也是我之前在 COS 入的，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而且没想到这个蓝色跟这个针织衫的蓝色居然是一模一样的，太好了。那这个小丝巾呢我特别喜欢它的图案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波点，比较复古，而且最棒的就是它的四周一圈有白色，这样就增加了清爽感。
除了把它挂在包上，还可以绑在腰上啊，这样也是今年最流行的一种穿法，更加的时髦。还可以绑在头上，很复古。真的，这条是100%丝绸的，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只要$59啊，这个性价比真是绝了。The Row 呢，对色彩的把控可以说相当的精准啊，哪怕是驼色也能够调得特别的柔和，而且上身不显黄，让人很着迷。穿上身的低调的奢华感扑面而来。那这次我在 COS 也找到一件驼色的针织衫，而且这件是短袖的。那这样呢，在春夏天穿会比较适合一点。老观众应该还记得，前几个月之前我入的是一件驼色长袖针织衫，会比较厚一点。其实两个颜色还蛮接近的，不过这个新款的颜色会更加通透一点，也更加适合春夏季节穿。这件呢，本来我是想单穿的，但是看到 The Row 模特是叠穿的，那我也来试试看吧。内搭呢，我加了一件白背心。露出一点点领口的白色，可谓是神来之笔哦！这一身呢，顿时变得有层次感了。这个浅驼色我真的超爱的，非常的柔和。而且要仔细看，你看这个驼色呢，并不是一个100%的纯色，而是有一点点这种加花处理的杂色，这样呢，整体就会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驼色呢也不会无聊和单调，上身呢也不会显老气。版型比较宽松，袖子偏长，而且有一点点斜向上。那这个小心机呢，不仅可以帮助显瘦，之前说过很多次了，斜线显瘦，而且呢还能够遮住白白肉。那更棒的就是它的面料了。61%的美利诺羊毛加上39%的莱塞尔天丝。美利诺羊毛呢透气排汗，而天丝增加了如同真丝一般的丝滑感，上身很亲肤，不会扎也不会热，更有一种高级的垂坠感。春夏天不知道穿什么上衣的朋友就来选这种针织款啊，比起普通的 T 呢要高级10000倍。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细节啊。之前就说过那个收针花，对不对？这件有没有呢？从正面看好像没有，但是背面是有的。你看这里就是，而且它一路延伸到袖子这里，两边都有啊，细节非常的到位。它的领口呢是螺纹编织，而且你看这个螺纹编织特别的紧密。排列呢也是有一定的这种艺术感的，就特别的好看。那我搭配的呢就是之前那一条象牙白长裤了，进一步增加了老前锋气质，再加上 The Row 的同色系包包，哇，真的全身看起来价值好几万呢。其实上衣和裤子加起来就$200多，真的是太满意了。亚麻白衬衫呢，也是 The Row 每年春夏必出的单品。那我在 COS 呢也找到了一件亚麻白衬衫，但这件实在是太长了。你看模特穿哦，明明这个长度是 OK 的，但是我穿，你看是不是把我整个人都变成了73开，实在太长了。但是呢，有一说一啊，整体版型还是好的。我把它塞到裤子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呢是亚麻混纺面料，比起一般的亚麻衬衫呢更加挺阔有型，手感扎实，不会透。我喜欢它的细节啊，它是一个暗扣处理，非常的平整，很高级。最棒的就是第一粒扣子，你看是一个小金扣，这样就增加了细节感，也让整件衬衫呢看上去贵气了不少。为什么不做银色呢？话说，整件呢是经典衬衫版型，利落有型，领口也做得非常的完美，很挺阔。可惜就是太长了，其他都很好。这件呢我穿10号，但看起来并不大的。这件衬衫比较适合高妹啊，赶紧去买。我搭配的就是 Vuori 这条灰黑色的神裤啊，是不是真的很好搭配？包包呢，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的 The Row 的这个 Margot 15啊。这一次呢，我历经千辛万苦啊，找到了一个白色的流苏包挂。其实它并不是包挂，其实是用来扣窗帘的。但是呢，被我找到了，是不是挂在这个包上就是神来之笔啊？一下子就能够打破黑色的沉闷，而且增加了一点点中式风情。大家说我是不是很会买？好开心啊！
那最后呢，就分享一个小众的保养品，叫做 U Beauty。它呢是一个来自美国的高端科学护肤品牌，主打的就是精简护肤，用比较少的步骤、比较高效的产品呢，能够来代替很繁琐的护肤流程，少即是多。这个概念是不是跟 The Row 很像？所以我说这是很 The Row 风格的保养品吧。而且更棒的是它的包装真的超美的。你想，我做 beauty 这个行业 marketing 真的16年，什么样的保养品没有见过？但是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也太美太 The Row 了吧！大家可不要小看了颜值哦，这就意味着我就可以把它放在洗手间的台面上，照样可以很美。当然了，除了颜值高可以作为家居摆设之外它的功能性呢也相当不错。先说第一个是他们家最有名的，叫做 Resurfacing Compound。那这款产品呢也是获奖无数，它是一个8合1的精华。当然了，8合1我觉得有点夸张了，但是呢确实功效还是蛮全的。质地呢是介于精华油和凝胶之间，是有一点点琥珀色的，半透明的，流动性也很好，涂上去呢也是非常的水润而且这个味道好好闻啊，高级。在皮肤上呢也很容易推开，吸收速度很快，不会有厚重或者油腻感。用完之后呢，皮肤立刻就有收紧的感觉，而且很顺滑。它里面呢其实是有水杨酸和果酸成分，能够温和去角质，同时呢还有维生素 C 能提亮肤色，还有抗氧化成分。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所有的产品呢都有一个核心技术，叫做 Siren Capsule。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帮助你把有效成分输送到皮肤最需要的部位，做到有的放矢。所以它不会像传统的那种刷酸的产品会有刺激感，因为它的成分呢只是在需要的地方才会释放出来，不会乱跑的。长期用呢就可以提亮肤色，细纹皱纹呢也会有所改善，整体的肤质呢会有变好。那我第一次用呢就没有觉得有任何的刺激或者是起泥的情况。那皮肤有特别敏感的朋友呢是需要建立一下耐受性，注意用之前不要用任何比较油性的保养品，同时呢也不要一下子用量太多，否则呢容易搓泥。用完这个精华呢就要用这个补水乳液了，这个补水功能还是很不错的。质地呢有一点点像乳液状，但其实它要比传统的乳液呢会更加厚那么一丢丢，更丰润一点，所以我大干皮用正好。吸收很快，分莹不油腻，上脸即化，滋润又舒服，能够打造出玻璃肌的效果。它呢采用5种不同大小的透明质酸，就像长效加湿器一样，把水分呢导向深处。它还有维生素 E 乳木果油等等，能够进一步的补水，同时呢强化肌肤的屏障。味道也很好闻。他们家所有的产品都是那种很淡淡的，好像在 SPA 里面在享受的那种味道，就很贵妇的味道高级。好，那最后呢就是一个眼部产品了，它比之前那个乳液呢稍微厚那么一丢丢，但是也不厚的，也是很容易就推开了。你看，非常的爽滑。虽然滋润度高，但是完全不油腻的，我用呢也没有任何脂肪粒。它呢含有胜肽、抗氧化成分和保湿复合物，能够抗老、改善黑眼圈和浮肿，就好像开了美颜效果一样，能够制造这种柔焦的效果。我这3个产品也是用了一段时间，觉得蛮好用，才跟大家分享的。我这次居然要到了一个8折，那我会把折扣码呢放到描述框里面，喜欢的同学呢可以去拿。好了，一口气分享了 COS 5件单品和几个小众的保养品，大家有没有被我种下一片大草原啊？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等你来玩。那我们就下次见哦，拜拜。